两只可爱的萌物探出脑袋观望着什么，不一会儿还多出了2只。原来这种呆萌的动物叫水獭，因为平时喜欢哼哼唧唧，所以也被人们称为嘤嘤怪。这些水獭宝宝出生还不到1个月大，不久前水獭夫妇老来得子，历经艰辛生下一窝水獭宝宝。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，这些小水獭很快就长成了父母的模样。懵懂的他们无聊时就喜欢咬手手。几个月大的水獭和人类幼崽一样，对玩具有着不可抗拒的痴迷。到了中午，饲养员正为他们精心准备着午餐，看着香喷喷的海鲜盛宴，水獭妈妈立刻站了起来。饲养员也没吝啬，直接奖励了他一条小鱼。水獭妈妈大口咀嚼着美食，但这可把一旁的小水獭馋坏了。贪吃的水獭妈妈还真是一孕傻3年，差点忘了自己还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宝宝。不过好在最终母爱主导了大脑，看给小家伙们饿的这干饭的模样都快变成表情包了。接下来是学习游泳的时间。虽说游泳是水獭与生俱来的技能，但还是需要父母对他们进行额外的训练。此时水獭妈妈正在做着示范，小家伙们都瞪着大眼观察。对于第一次接触水的他们来说，小水獭一个个都很害怕，刚碰到水面就马上溜走了。这可把水獭妈妈气得不行，心想着这孩子咋一点也不随我呢？无奈之下，水獭妈妈只好把一只倒霉的熊孩子推进水里。此时另一边的房间还有3只水獭正在看热闹，他们是小水獭的哥哥姐姐。饲养员说几只水獭宝宝还没有见过他们，为了让水獭一家团聚，饲养员先是将双方的毯子进行互换，这样可以让他们熟悉彼此的气味。在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接下来就是见面的环节了。饲养员打开门后，水獭父母先是跑了下来，而走在后面的水獭宝宝却唯唯诺诺。水獭妈妈直接出手将孩子叼下来，结果由于太激动，一只水獭宝宝不慎掉进了水里。还没学会游泳的小水獭大声呼喊着母亲，好在水獭妈妈就在旁边，听到孩子的呼唤后，她立刻跳进水里，然后朝着小水獭的方向游去。在水獭夫妇的共同努力下，小家伙总算是有惊无险，顺利被救上了岸。估计这回小水獭应该能领悟到游泳的重要性了。不久后，饲养员把他们的哥哥姐姐带过来，他们隔着笼子和小水獭热情地打着招呼，看得出哥哥姐姐还是非常喜欢他们。饲养员将笼子打开后，没多久一家人就欢快地打成了一片。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，饲养员决定给他们额外加餐。一只调皮的水獭还抢走了哥哥的小鱼。现在水獭一家终于团聚了，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，希望水獭宝宝能在父母的呵护下健康长大。眼前这只水獭正在生宝宝，剧烈的疼痛把她折磨得满头大汗，可丈夫却像老六似的在一旁嗑着瓜子，完全不顾妻子的感受。气不过的水獭妈妈直接把丈夫喊了过来，冲着对方就是一通乱骂，不知道替我分担也就算了，你还在一边嗑瓜子。自知理亏的丈夫连忙逃离了现场。小水獭扭头看向主人，心想着自己怎么遇见这么个老六。待产的水獭名叫小五，此时的她坐立不安，腹部传来的疼痛让小五翻来覆去，甚至不受控制的咬手手。第一次生产的她显得焦躁不安，不停翻滚着身体试图缓解疼痛。突然小五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，看样子已经到了临产的时候。听到叫声的丈夫急忙跑过来趴在一旁，或许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，丈夫老六也开始紧张起来。主人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安慰他小五会顺利生下宝宝的。得知自己也帮不上忙，于是他只好默默地守在旁边。然而老六始终是老六，还没2分钟的时间，这家伙居然打起了呼噜。另一边的小五用力抓住栏杆开始分娩。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第一个宝宝终于平安出生了。初次体会到作为母亲的小五也很开心，她仔细地帮宝宝清理卫生。这时刚睡醒的丈夫马上凑了过来，看见母子平安的他很是高兴。经历过分娩后的小五已经疲惫不堪，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。可不一会他又开始在地上来回翻滚，看来这是要生2胎的节奏啊。在水獭妈妈的努力下，第2个宝宝也顺利降生了。此时的小五开心极了，他捞起一只宝宝又亲又抱，或许只有当妈的才能体会他此时的喜悦吧。但很快小五就察觉到了不对，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哪去了？转身一看，才发现小水獭差点被压扁。心疼坏了的水獭妈妈连忙上前检查，赶紧把2个孩子都挪到自己面前，生怕一个不注意就把孩子给弄丢了。此时的小五完全沉浸在当妈的喜悦中。几天后，小水獭长大了一些，萌萌的样子像只小老鼠。本以为小五会细心的照顾宝宝，但他的行为却把主人给看傻了。只见水獭妈妈在笼外不停扒拉着宝宝，好不容易将宝宝弄出来后，她又转身将小水獭叼回了笼内。原来水獭妈妈是在偷自己的孩子，还真是一孕傻3年啊。这边她刚放下宝宝，转身又跑到外面继续去偷，不过偷来偷去家里面却始终只有2只，这可把水獭妈妈搞懵了。2加2怎么还等于2呢？不过就是可怜了小水獭，因为老母亲折腾半天都不知道她偷的是自己的宝宝。看见这一幕的主人也是哭笑不得，甚至怀疑小五得了产后抑郁症。为了保证足够的奶水喂养孩子，主人每天都会给小五额外加餐，而这家伙每天除了吃就是吃，
就连哺乳的时间都在补充营养。很快到了水獭宝宝体检的时间，出生1周的小水獭已经有80多克。此时的他们还没睁开眼睛，总是喜欢到处乱爬。除了每天喂养宝宝，水獭妈妈还喜欢叼着孩子四处转悠。不过这样的方式真的好吗？估计此时地上的那只肯定在想：妈妈，我真的是你亲生的吗？好在经过主人的检查后，2只小水獭并无大碍。最后希望2只小水獭能顺利长大。这只红毛猩猩仅凭6个月便拿到了驾照，这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一看就是个老司机。作为一名10年驾龄的老师傅，红毛猩猩杰克在迪拜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存在。但你可别以为他只是一只会开车的猩猩，年仅20岁的杰克名下资产已经远超8位数。这辆价值60万美刀的跑车是他18岁那年主人送给他的礼物，而这仅仅是他其中的一辆座驾。杰克平时更喜欢开着越野车外出，毕竟里面空间大，而且相对方便一些。当然，这么帅气又豪横的猩猩怎么会缺少伴侣？为了让杰克找到自己的真爱，主人在世界各地挑选了数百只母猩猩和他相亲。在经过千挑万选之后，杰克最终选择了一只名为露丝的母猩猩。在拍完婚纱照后，他们在次月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，2只猩猩还在一起度了蜜月。但嫁入豪门的露丝也并非等闲之辈，据说她的主人是来自卡塔尔的一位神秘富豪，主人从小就培养她博览群书的能力，而对于画画，露丝更是有极高的天赋，一幅画最高能拍卖到10万美金。比较常见的吉他、口琴，包括架子鼓，露丝都能进行简单的演奏，所以她是真正的豪门之星。早上天刚刚亮，杰克就驾驶着一辆观光车准备去动物园上班。从家里到上班地点大约需要40分钟的路程。凭借经验丰富的驾驶技术，杰克一般都是单手握盘。不过奉劝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毕竟他还没有画成人形。在横穿这片沙滩后，杰克一个转向将车子行驶到路面上。在迪拜举办的多届猩猩赛车比赛中，杰克连续多年荣获车神的称号，所以这条走了千百回的路线对于杰克来说完全是轻松加愉快。他甚至可以一边开车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。据说为了训练杰克的驾驶技术，主人不惜高价从国外请来了顶级的3名教练对他进行辅导。显然现在他已经完全领悟到了精髓。来到动物园的杰克开始进行日常的巡视，虽然每天都在园区里转圈圈，但他却丝毫感觉不到工作的乏味，因为这所私人动物园的拥有者恰好是杰克的主人。早些年前他还在这里生活过，但智商卓越的杰克很快便得到了主人的赏识。在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后，杰克通过自身努力逆袭成园区的管理员之一。现在园内的大小动物都得称他为一声星爷，即便是百兽之王的老虎也只有羡慕的份。或许关在笼内的老虎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，同样身为动物，为啥一只猩猩却能管理自己？这些动物在杰克眼中现在也只是一只动物，毕竟自己已经和他们相隔了2个世界。下班后，杰克会一人来到海边钓钓鱼，这样潇洒又自在的日子看得小编我也是怀疑人生。要说懂得享受生活的，还得是来自豪门之星的露丝。每天上午8点，他会准时出现在健身房，而露丝最喜欢的运动是拳击。1个小时的减脂运动后，露丝会带上爱犬到公园去兜风。3岁时，他便已经掌握了驾驶技术，所以对于这种平坦的路面，他只需要1只手便能轻松驾驭。看这开车的样子，估计是同一个教练教出来的。结婚后的露丝也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，几乎每天都要换上一套新的衣服，毕竟是作为豪门之星，品味和眼光一定要走在时尚的前沿才行。除了喜欢限量版的服饰和包包，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拍摄短视频。露丝会经常上传一些视频到动物园，心想着万一哪天火了就可以进军娱乐圈。不久后，杰克和露丝生下一只新宝宝。现在露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陪伴孩子，对于家庭教育这块他写得十分重视，好苗子就要从娃娃开始抓起。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谁能想到猩猩的世界也会如此精彩呢？据说红毛猩猩是动物界智商的天花板，但这进化的确有点快啊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为了给自己找个好人家，这只流浪猫每天像蜘蛛侠一样趴在窗户上，因为这是他花了2个月才找到的豪宅。女主人告诉我们，这只白猫每天要来10几次，每回都可怜巴巴地蹲在窗外，似乎想让对方邀请自己进入屋内。女主人好言相劝，告诉猫咪换一家碰瓷。被拒绝的小白有些失落，可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。第2天，小猫又准时来到了窗外，看见家里没人，小白打算悄悄溜进去，但这一幕恰好被女主人看见，小白顿时被吓了一跳，看见女主的猫咪叫个不停，仿佛是在请求家主将房门打开，顺便收留她这只可爱的小猫。可女主却拒绝了她的请求。小白低下头沉默不语，心想着这么大的房子就容不下自己吗？看见女主走进卧室，猫咪也转身离开了。没想到当他朝着窗户望去时，小白又神奇般的出现在了外面。女主愤怒地拍打着玻璃，呵斥猫咪赶快下去。对于小猫的行为，她也很无奈，因为这只流浪猫已经连续打扰自己1个月了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坚定。虽然这只白猫很讨人喜欢，
但自己并没有收留她的想法。原来女主的家中已经有了一只高颜值的小猫，并且女主对它也十分喜爱。当看见眼前温馨的一幕时，小白的眼里充满了羡慕。随后他失落地离开了院子，或许是知道自己的颜值不够，于是小白决定送只老鼠给女主。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，小白想着女主收到礼物后肯定会收留自己，于是他将礼物送到了门口，准备给女主一个惊喜。当小白下午再次来到院子里时，他惊奇地发现平时紧闭的大门却意外敞开了，看来这份大礼没有白送。于是小白高兴地走进了屋内。第一次进入房间的他充满了好奇，原来这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豪宅呀！为了给女主留个爱干净的好印象，他开始认真地梳理起毛发，心想着自己以后也是有家的猫了。就在这时，女主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他呵斥小白怎么没经过允许就闯了进来。还没等猫咪反应过来，家主就将它请到了外面。天真的小猫还以为自己认为最珍贵的礼物能够打动对方，这次它被送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女主放下猫咪后拔腿就跑，看到这一幕的小猫眼里流露出莫名的伤心。她没想到自己这么不讨人喜欢，犹豫片刻后，她失望地离开了。之后的几天时间里，猫咪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女孩发现小白几天都没来过了，她哭着询问妈妈为什么不肯收留小猫。最后女孩讲出了白猫始终赖着不走的原因。原来几个月前，一只怀孕的母猫被主人遗弃在街边，不久后母猫产下3只小奶猫。艰难的流浪生活让她失去2只幼崽，最后只有1只存活了下来。这时一位善良的女孩向她伸出温暖的双手，为她提供了饱腹的食物。猫妈妈深知流浪的生活有多么艰难，她实在不忍心让孩子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，于是母猫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，她决定将孩子留在女孩家的门前，然后自己继续流浪的生活。小猫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，并没有追上去。它明白妈妈这样做是为了自己，为了求得这户人家的收留。小猫连续数日蹲守在女主家门外，它知道这是自己未来的幸福，同时也是妈妈最大的心愿。自从小猫消失后，女孩每天放学都会围着村子四处寻找，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。几天后，女孩终于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小猫，可当她想要上前抚摸时，小白却意外地拒绝了女孩的好意。在女孩的不断安抚下，猫咪这才愿意去吃一些食物，看样子它真的饿坏了。得知真相的母亲也很后悔自己之前的做法。第二天，女主特意为小白买来一个豪华的猫爬架，并且还为它布置了一个漂亮的新家。最后，小猫如愿以偿住进了朝思夜想的豪宅，至此它也完成了妈妈的心愿和祝福。有人说，世上的所有爱都是为了相聚，唯有母爱是为了分别，这大概就是母爱的无私和伟大之处。愿世上再无流浪，也希望天下每一位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